伽马射线暴真的是智慧文明的终极收割机吗？为什么我们还没找到外星人？难道宇宙里就我们一个独苗？还是说那些曾经辉煌过的外星文明都被一种神秘力量给收割了？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猜想被越来越多的天文学家认可，那就是宇宙里的智慧文明大概率不是没诞生，而是被一种宇宙级的清洁工给收割了。这种可怕的宇宙现象就是伽马射线暴，简称 GRB。首先，我们得先搞清楚伽马射线暴到底是什么。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它是目前人类已知的宇宙中最剧烈的爆炸现象，没有之一。根据最新观测数据，一次普通的伽马射线暴在短短几秒钟到几十秒钟内释放的能量，就相当于我们的太阳在100亿年整个生命周期里释放的能量总和。这是什么概念？太阳每秒释放的能量够人类用几十万年，而伽马射线暴几秒钟的能量能让太阳烧上百亿年。单看这个能量数据就知道它的恐怖程度了。那这么恐怖的能量爆炸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天文学家通过 LIGO 和 Virgo 引力波天文台的联合观测，还有欧洲南方天文台 ESO 的超大望远镜数据，已经把伽马射线暴的成因摸得比较清楚了。它主要分两种，长暴和短暴。长伽马射线暴持续时间超过2秒，最长能到几分钟。它的成因是质量超过20倍太阳的大质量恒星，走到生命尽头时，核心燃料耗尽，无法抵抗自身的引力，直接坍缩成黑洞或者中子星。恒星外层的物质会以数万公里每秒的高速向核心坠落，随后核心的致密天体会将这些物质以喷流的形式沿自转轴反向抛射。这些喷流能以近乎光速的速度穿行，其中就包含了超高能的伽马射线，这就是场暴的来源。而短伽马射线暴持续时间不到2秒，最短只有几毫秒。它的成因是2个中子星或者1个中子星和1个黑洞发生并合，这种极端的天体碰撞会瞬间释放出巨量的伽马射线喷流。2019年发现的 GRB 190114C 就是一次典型的场暴。NASA 观测到它的伽马射线光子能量达到了1 TeV， 是此前记录的10倍，堪称宇宙中的能量炸弹。那伽马射线暴的波及范围有多广，又是怎么毁灭文明的呢？这一点说起来更让人头皮发麻。伽马射线暴的能量不是向四面八方均匀扩散的，而是以2道狭窄的喷流形式向外喷发，形成一个锥形的能量通道。这个锥形通道的张角一般只有几度到几十度，可就算这样，它的影响范围也能达到数千光年。也就是说，只要在这个数千光年的锥形路径上的天体，都会被它的能量覆盖。至于毁灭机制，那可是层层递进，根本防不住。第一步，高能伽马射线会直接轰击行星的大气层，瞬间分解大气层中的臭氧分子，而臭氧是阻挡宇宙紫外线的重要屏障。臭氧层一旦被破坏，超强的紫外线会毫无阻挡地照射到行星表面，几小时内就能杀死所有的光合生物，而光合生物是整个生态链的基础。基础没了，整个生态系统会从底层开始崩溃。第二步，伽马射线和大气中的氮氧分子发生反应，会产生大量的氮氧化物，这些氮氧化物会形成强烈的酸性降雨，落到地面后会酸化海洋，腐蚀土壤，让地表的生物失去生存的环境。第三步，伽马射线的高能辐射会电离行星的大气层，让大气分子变成等离子体，这会破坏行星的磁场，甚至在持续的能量冲击下，行星的大气层会被逐渐剥离。失去大气层的行星就像剥了壳的鸡蛋，地表的生物直接暴露在宇宙辐射和极端温度下，根本不可能存活。这里必须提个案例，就是约 4.43 亿年前的奥陶纪末期大灭绝。这次大灭绝让地球上 85% 的物种消失。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天文研究论文就指出，这次大灭绝的元凶极有可能就是一次来自银河系内的伽马射线暴。它的喷流擦过了地球，虽然没有直接击中，但还是破坏了地球约 60% 的臭氧层，导致紫外线辐射剧增，海洋浮游生物大量死亡，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的物种大灭绝。想想看，只是擦过就造成了如此惨重的后果，要是直接击中，地球的生命恐怕就要重新演化了。说到这儿，大家应该能理解
为什么天文学家把伽马射线暴称作智慧文明的收割机了？这可不是随便叫的，它具备3个成为收割机的关键特征：周期性、选择性，还有最致命的无法防御。先说说周期性。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孤立，而是一种有规律发生的宇宙现象。根据 NASA 发布的银河系伽马射线暴风险评估报告，在整个宇宙中，平均每天都会检测到大约1至2次伽马射线暴，而在我们银河系内部，每200万到500万就可能发生一次足以影响地球的近距离伽马射线暴。这个时间尺度对于宇宙来说只是弹指一挥间，对于智慧文明的演化来说却刚好是一个致命周期。要知道，一个行星从诞生简单生命到演化出智慧文明，至少需要上亿年的时间，而人类从南方古猿演化到现代人类，用了300多万年，刚好处在伽马射线暴的周期范围内。也就是说，很多智慧文明可能刚发展到能探索宇宙的阶段，就遇上了伽马射线暴，直接被收割了。再说说选择性，这一点和农民收割庄稼特别像。农民的收割机只会割到路径上的庄稼，没在路径上的就会幸存。伽马射线暴也是如此，它的喷流是狭窄的锥形，只有恰好处于这个锥形路径上的行星和文明才会被毁灭，而不在路径上的。哪怕距离爆炸源很近，也可能安然无恙。这就解释了费米悖论的一个关键点：宇宙中可能并不缺少智慧文明，只是它们被伽马射线暴收割得零零散散，彼此之间距离太过遥远，根本无法建立联系。我们人类只是恰好没被伽马射线暴的喷流击中，才得以幸存。最后就是最致命的无法防御，这一点是所有文明的噩梦。伽马射线暴的伽马射线本身以光速传播，而喷流物质是接近光速运动。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有一次伽马射线暴的喷流对准了地球，我们的天文望远镜检测到伽马射线的那一刻，它已经抵达地球，而喷流也会在极短时间内接踵而至，我们能拥有的预警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以目前人类的科技水平，别说阻挡这种宇宙级的高能辐射了，就连让人类整体逃离地球都做不到，甚至连建造一个能抵御伽马射线和超强紫外线的地下避难所都无法实现。有人会说，那更高级的文明呢？比如达到卡尔达肖夫指数2级的文明，能利用整个恒星的能量，难道也挡不住吗？答案是大概率也挡不住。天文学家通过计算机模拟发现，就算是2级文明能为恒星建造戴森球，面对近距离伽马射线暴的高能冲击，戴森球会瞬间被摧毁，恒星的能量也无法抵御这种远超恒星级的爆炸。而目前人类的卡尔达肖夫指数约为 0.73 级，在伽马射线暴面前简直不堪一击。大家可以想想，要是未来真的检测到伽马射线暴朝地球来，以人类现在的科技，我们能做什么？恐怕除了无奈，真的没有别的办法。现在回头看看自己，就会发现人类文明能在地球上安稳生存这么多年，真的是幸运到了极致。这种幸运是多重偶然叠加在一起的结果。首先是地球在银河系的位置，堪称宇宙宜居角落。银河系的银心区域是大质量恒星最密集的地方，那里的恒星碰撞、坍缩事件频发，伽马射线暴的发生概率是银河系边缘的上百倍，而我们地球处在银河系猎户座旋臂的边缘地带，距离银心大约 2.6 万光年。这里的大质量恒星数量极少，发生伽马射线暴的概率本来就低。更重要的是，未来几亿年内，银河系里大概率不会出现喷流方向对准地球的伽马射线暴天体，这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发展科技。其次是太阳系给了地球层层保护，木星作为太阳系的大保镖，凭借巨大的引力吸引偏转了大量小行星和彗星，大幅降低了地球被撞击的概率。而太阳的磁场和太阳风能阻挡一部分宇宙高能带电粒子流，地球自身的磁场则可以把宇宙线、太阳风这类带电粒子流偏转到2极，形成美丽的极光地球厚厚的大气层。尤其是臭氧层，更是能阻挡伽马射线、X 射线的部分辐射，给地表生物筑起了最后一道坚实的屏障。这层层保护让地球在宇宙的枪林弹雨中成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还有时间上的幸运，地球诞生于46亿年前，生命在38亿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演化的所有关键节点都没有出现过近距离的伽马射线暴冲击。奥陶纪那次只是擦边球，却也让地球生命经历了一次大洗牌。而人类文明诞生的这几百万年，恰好是银河系内伽马射线暴的平静期。这种时间上的巧合，让我们有机会从原始的部落发展到能探索太空、研究宇宙的现代文明。如果把宇宙比作一个充满危险的丛林，人类就是那个恰好生在丛林边缘又有层层保护的孩子。这份幸运真的是宇宙的馈赠。其实聊到这里，相信大家心里都会有一个感受，那就是智慧文明在宇宙中的诞生和延续，从来都不是一件必然的事儿，而是充满了无数的偶然性。伽马射线暴作为宇宙的收割机，用它的高能喷流，在宇宙中划定了文明的生死线。它让我们明白，人类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奇迹。我们总在仰望星空，寻找外星人的踪迹，却忘了我们自己能站在这片土地上，能抬头看到星星，就已经是赢过了宇宙的无数考验。而伽马射线暴的存在，也给了人类一个警示：宇宙从来都不是温柔的。想要在宇宙中长久生存，想要真正成为宇宙的居民，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发展科技，不断探索宇宙的规则。只有当我们的科技水平能抵御这种宇宙级的风险时，人类文明才能真正走出地球，走向更遥远的星空。宇宙很大，人类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们从未停步。喜欢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